什么柯南的身份能瞒小兰这么久？有人说小兰猜不到是他智商不够，说这话的人基本都没认真看过原作，因为小兰是第一个怀疑柯南身份的人，他不是没想过，他是一次次的想对了，又一次次被迫放弃。你代入一下这个场景，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离谱的可能性，你喜欢的人可能变成了你身边的一个小孩，你鼓起勇气提出怀疑，结果你身边所有人都告诉你，你是不是想多了？这怎么可能？他才多大，你多大了？更关键的是，你亲眼看到小孩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喜欢的人也同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猜测吗？大多数人都会开始自我否定，小兰也是一样，她不是没怀疑过，是每一次快要确认的时候，都被身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把真相硬生生盖了回去。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小兰怀疑柯南身份却又被不同的人糊弄过去的名场面。我们只说他已经确认然后贴脸开大的时刻，日常那些小怀疑就不说了。一，被阿笠博士用变声器糊弄过去。小兰发现柯南不对劲儿，他实在是太聪明，和新一太像了，他的习惯推理能力都和新一一模一样，而且他想到新一失踪的同一天柯南出现了，这也太巧合了吧。当破案回家后，小兰直接对柯南贴脸开大。这时候电话响了，小兰一听啊是新一，立刻心情变好，畅聊了起来。可电话另一头是阿笠博士用变声器发出的声音。二，被工藤有希子糊弄过去。柯南躺沙发上睡着了，小兰本来只想帮他拿下眼镜，结果眼镜拿下来的那一刻，他发现柯南和新一小时候长得一毛一样，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不生根发芽。于是在新一家门外，小兰扯掉柯南的眼镜，质问他到底是不是新一。正当柯南百口莫辩的时候，工藤有希子出现了，他说柯南是远房亲戚，所以和新一小时候长得有点像。新一的亲妈都下场解说了，再加上柯南故意卖萌，小兰想这要是新一实在有点恶寒，于是放弃这种猜测。三，基德假扮新一。前两次怀疑的种子还没有死去，这次直接就让小兰确认了。当他被枪瞄准的时候，柯南冲向他的表情和感觉就是新一，他在心里已经确定了。回家后，小兰留着小珍珠问柯南，想要知道一个真相，柯南也已经准备坦白了。可这时候堂弟闪亮登场，柯南看见都懵了，这时候他是真想承认了，突然被打断，差点没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小兰看见新一和柯南同时出现，心里不再怀疑，只觉得是自己想多了。四，灰原哀假扮柯南。柯南和少年侦探团玩的时候被枪给崩了，当时大出血，小兰给柯南输血，他和新一血型一致，和柯南血型也一致，这事儿也太过于巧合了吧。他再次怀疑柯南身份，柯南无奈之下吃了临时解药，灰原哀打扮成柯南的样子，戴上变声器口罩，谁也认不出来。小兰再次被糊弄过去。五，柯南给小兰打电话用录音机通话，自己出现在小兰面前。这次的起因是小兰给新一发短信，而桌上柯南的手机响了，他心里的种子再次萌芽。仔细看他引导别人破案，越看越觉得他是新一。等回到家，他拿了柯南的手机，用了一整夜破解密码，打开后却没看到自己的短信。这时新一的电话打来，正在小兰和新一通话时，柯南出现。一个人怎么能够又打电话又若无其事地站在自己面前呢？于是他放弃猜测。最后一次飞鹰里被绑架，柯南直接就急了，推理的时候也不偷摸提醒了，直接明牌了。开玩笑，未来丈母娘都被绑了，那能不着急吗？小兰当时就觉得柯南不对劲儿，把飞鹰里救出来以后，小兰直接跟柯南说出怀疑，小学生的推理能力也太强了吧。柯南拿出手机说一直在跟新一通电话，这才能推理出这么多。小兰信了，这么多次不管是谁都会放弃猜测了吧，身边所有人都在否定他的想法，那他自己也会进入否定自己的行列。时间久了，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说出口了，只能把怀疑的种子在自己心里偷偷掩埋。这要是换成是我，在第一次看到大号小号同时出现的时候就直接放弃怀疑了。小兰被骗这么多次，依然时不时的怀疑柯南，这已经难能可贵了。在一片否定中找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已经超越很多人。那么如果换成是你，你在第几次的时候会放弃怀疑呢？